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前一段时间呢，有这么一则消息，触动了不少人，说一个17岁的孩子呀，还是个高中生，他为了买一台苹果 iPad 电脑呢，居然去卖肾，用卖肾的钱来买肾。那么这几天呢，又传来一个更令我们震惊的消息，有一位名字叫山姆哥的网络拍客啊，他在卖肾基地卧底了15天，把整个发生的事儿都做了清晰的图像记录。那么令我们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这里边卖肾利益链条的这种黑暗，更主要的是这些主动来卖肾年轻人，他们卖肾的目的更加令我们感到震惊。无论怎么说，这卖肾这俩字在很大程度上都刺激了我们的感官神经。那么肾必定是人身体的一个器官，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这是我们传统的一种伦理教育。说到了卖肾的程度，在我们一般看来，那你得惨成什么样啊？这一次我刚才说这个叫山姆哥的人通过卧底，他发现了一个令我们特别震惊的事实，就是现在好多卖肾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卖肾的目的是什么？竟然是为了买一台苹果电脑，买一部 iPhone 4手机，为了凑钱买雅马哈摩托车，为了还信用卡上的欠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那么这个山姆哥呢，是在网上发现有一些非法的卖肾的网站，联系肾源。他也看过不少这样的报道，说这个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他在网上看到呢，有的地方联系肾源，就是说你要是想卖肾，他们管这叫供体，你到我们这儿来。他当时就起了这个念头，要看看这个黑色的利益链条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今年5月14号早晨9点40，他坐着火车来到杭州。为什么到这儿呢？因为他在网上呢联系到了杭州一个卖肾基地。到这儿来呢，他假装自己要卖肾，然后联系上之后呢，在杭州火车站，他跟一个网名叫蓝天的人接上头了。这个人呢能有个30多岁，是这个卖肾地方的打工仔。就这么接上头确认身份之后，把他领到了杭州啊一个叫长木锦园的小区。在这个小区里边的一栋4室1厅的商品房里，他领着山姆哥去这里边了。结果这屋里一开门呐，一股是又骚又臭的味道。一看屋里头，整个地上扔着啤酒瓶子、什么饮料瓶子、方便面盒什么的，屋里边一股汗臭的味道。这有3个屋呢，摆着那个上下铺的床，粗粗一算呢，这屋呢能住10来个人。那么这10来个人住的都什么人？到这儿来卖肾，住在这屋里边，一看周围的大多数是90后的孩子，也有一些是80后的，反正就20、30岁，10来岁。人身体就这么一个器官了，2万到3万5就买了。那么这个山姆哥在这里边呢，了解到了整个的流程。他外边的线人也给他送进了摄像机之类的，他拍了好多现场画面。他发现这里头啊，管他们那个人不是个头目，就是个打工仔，每天管他们吃喝拉撒这些事儿，也不怎么限制他们自由。因为来卖肾的说白了都自愿的，但是呢，把他们的身份证都收上去，每天伙食次的吓人，一天2顿饭，完早上这帮人也不吃饭，中午白菜土豆，晚上土豆白菜，有时候加点豆腐。说不够调味的，老干妈辣酱就不一炒，天天就吃这个。这会儿人家真正头目叫东哥，一个30多岁人，1.7米左右，身上带把弹簧刀，一般礼拜天呢领着大伙儿去废城去或体检去，他才露面。一了解呢，这个蓝天和那东哥他俩过去都卖过肾，一个肾到那头能卖多少钱呢？30万到50万整体费用。去了中间各个环节，再给供体这3万5，剩下那些大伙都分。所以这是这么一个黑利益链条。这个链条呢，这个山姆哥在里边呢待了大概也就几天功夫，基本就摸差不多了。那么他更多的时间是什么？在屋里边跟这些卖肾的人混在一块儿。可是跟这些人一聊天，这山姆哥发现这里边你照理说卖肾，我前面说了，那得产成什么样呢？
那家里一定有过不去的坎儿，吃不上喝不上或者怎么着了。可是他发现这里边没有一个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卖肾的目的都不是活不下去了。每个人都想过好日子，废话，谁不想过两天好日子？可是这孩子普遍觉得吧，干别的活没希望，而且想快点的过上这种好日子。人家有 iPhone 4，我也得有；人家有 iPad， 我也得有；人家开雅马哈摩托，我也得开。而且还不愿意为这个愿望呢，哎呦，辛苦的工作，觉得我干别的活我也挣不着钱，那我不如卖肾来的直接。而且这些孩子无一例外的相信了这些中介的鬼话，说这人呢，30岁以前用不着肾，小年纪不使肾，30岁以后啊才用得着肾，而且一般都用你右边这肾，左边这肾不使。哎，咱这给你这个移植肾呢，就把你右边这用过的肾摘下来，然后你启动没使的给你留着，摘右肾不摘左肾。你这不鬼话吗？等于30岁以前不使肾，那你搁什么过滤？这人，这些孩子都信这个了，觉得这卖肾无所谓啊。而且我这卖完肾，我快速拿出钱，我马上我看人家使的苹果手机，我后头马上弄一个。你看这多好看这屏啊！就山姆哥在调查过程当中得到的是这样结果，这令他感到无比震惊，全是自觉自愿来的，甚至他们还怕警察把这点端了，要端了我卖肾卖不了了，我挣不着钱了，他害怕这个事。你说这不成了奇谈怪论了吗？奇闻了吗？这山姆哥在这里边待了半个月，可真是为这些事感到无比震惊。经过一段时间卧底也摸清楚了，终于他拨110了，警察来了，把这点端了，把那叫蓝天的抓起来。那个东哥呢，带着一个已经配好刑的人去长沙，警方后来跑到那边，把这个什么东哥也抓住了。这个事儿我们听完了，好像是通过卧底大快人心啊，惩恶扬善了。可是我们乐不起来，为什么呢？我们这期关注的不是这个卖肾这黑利益链条，真正令我们感到震惊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孩子在没被生活所迫的情况下，完全不是过不下去了，居然来卖肾了，这是为什么？就这一代人，80后、90后，很多人觉得他们没谱，就是从这个事上看，很多人说你看看这些人这个样子，不疯了吗？我倒觉得研究明白他们为什么，咱们得比较一下，比较什么呢？来卖肾这些人呢，纯正的城里出身的不多，好多是农村打工，就是我们说的通俗的新一代农民工，80后、90后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有什么优点呢？比他们的父辈啊更加会维权。你比方说这活脏了累了，给的少我不干。这现在为啥有时候民工荒呢？新一代农民工起来了，我说你这给我这么低钱，我这不给你干，强调自己权利。就说新一代农民工更加主张自己权利，更加追求幸福生活的品质。他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吭哧吭哧就挣钱，累点脏点，甚至损害健康也不在乎。新一代农民工很在乎这个，我们听起来呢，这是个好事儿。那主张自己权利，追求幸福生活，这不是种进步吗？不再像父辈那样只知道吃苦，也开始享受生活吗？这是个好事儿。可是天底下没有任何事，只有好的一面，没有负的一面。这个事就会有副作用。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个，过去的60后、70后农民工挣了钱，寄回家里了，寄给农村老家，所以那时候财富呢，等于通过这个呢，城市到农村完成了一次二次分配。好多农村因为寄回来钱，这农村就起来了。可是80后、90后一代农民工呢，我认为寄回家的钱都不多，更多是自己在城市消费了，有的甚至得农村家里头给他们寄钱，满足他们在城里消费。所以这等于事实上呢，农村的财产呢，通过代际转移又转移到城市里了。80后、90后一代农民工身上特别明显，他们想在城市立足，甚至想在这买房子，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所以这就造成什么呢？这些人想过这种好日子，但是在城里呢，往往他的生活呢，工作呢，还达不到这么高的收入，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尖锐的一个矛盾。就他们想融入城里，想过好日子，可他自身的条件、受教育的程度和城里对他接纳的程度都达不到。所以这个时候80后、90后一代农民工，
他们有一种很痛苦的思维，怎么办？上不上下不下，回到农村种地都不会种，怎么办？所以这个是新一代农民工在城里面临的主要矛盾。老一代农民工干不动了，我回家了，回农村了，我有地种地。新一代农民工连地都不会种，只能在城市里待着。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看，这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中国新一代农民工的现实。那么在这种条件基础上，偏偏80后、90后的农民工又赶上了这样的时代。什么时代呢？第一个是独生子女时代，第二个是消费主义，头一个独生子女时代。好多80后、90后农民工也是独生子女，你别看农村出生的。那么独生子女呢，你甭管他小时候家里多穷，就一个孩子，那么家里所有的资源都给他，跟城里的独生子女的这个概念是类似的。那么所有资源都给他，这孩子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哎，我家里我想要得到了，我都能得到。那他一旦得不到怎么办？感觉奇耻大辱，暴跳如雷，我受不了了，我非得到不可。所以在这个独生子女时代，往往有些欲望得不到满足，他就觉得没法过。你看跟这事儿类似的，去年有这么一个事儿吗？一个留学生到了机场见到他母亲，他母亲没能及时给他留日本的学费，掏出刀捅他妈9刀。为什么会有这样惨剧呢？独生子女时代，欲望得不到满足，受到奇耻大辱，暴跳如雷。所以独生子女时代往往对欲望的这种渴望程度比我们非独生子女要大得多。所以说这个跟我刚才说卖肾的孩子有联系，想要 iPad 想要 iPhone 得不着，着急急的不行了。所以独生子女时代他对欲望这个东西得不到满足，他简直受不了，这种耐受度比我们要低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赶上了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我们现在物质世界呢发展的很完善，各种新鲜东西，像我刚才说 iPhone 很多果粉对他们喜欢的不得了。这种典型的消费主义的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家所谓的追求高品质生活。我身边有好多人说咱得会生活，得会享受，不能光知道挣钱。你比方说我喝点好的红酒，我定期出去旅游，我用 iPad 什么这些高品质的电子产品。其实你光这些能形成高品质生活吗？我觉得高品质生活里边要没有精神世界的话，你很难称得上高品质。所以它才出现了不均衡走路的问题，左腿迈得快，右腿迈得慢，出事了。你像现在我说有的80后孩子20多岁的买好车，我住大房子，你20多岁就好车大房子，你这自己挣那么多钱了吗？所以衍生了无穷无尽的啃老一族。所以我说又赶上那个消费主义时代，很多孩子他自己农村来，他买不起这个像雅马哈呀 iPad 这些东西，可是身边的城市孩子或者其他某个农村孩子人就有这种攀比心理，越把贫穷当做一种耻辱。所以我说独生子女时代消费主义时代形成了这些人对消费主义畸形的一种愿望，达不成怎么办？干脆我卖肾去了。我倒觉得这个事情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怎么样把这黑利益链条斩断。我们现在无法根治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独生子女时代给这些人带来的不健康不健全的一些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只能通过来斩断这个利益链条的方式来保护这些孩子。就像这个山姆哥卧底这15天一样，他没有办法劝说这些自愿来卖肾的孩子你们回去，那他好报警，最后警方端着窝点把这些孩子救死。那么最后咱还得跟大伙说有的人看移植肾也没事，是不是这些孩子卖肾就没事呢？跟大伙说实在的，卖肾倒不致命，可是你想一想，人是2个肾，你卖了一个，也就是说2个肾干的活该1个肾干，他的负担肯定重吧。再者说开这一刀，开刀就是伤元气，手术本身就有风险，那个人身体2个肾的活1个肾干本身就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这个你能活着和你活的质量高那是完全不同的2个概念。中国自古以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乃孝之始也。有时候说为了救死扶伤再捐献，那也是首先立足在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基础上。可能我牺牲的呢不是我的命，但是呢捐献器官毫无意外的
对你的健康肯定会有一定的损害。所以这是牺牲小我为了大我，成全大家，但不等于你这不牺牲，一点事没有，我随便，不是那个概念。所以咱们倡导这种大公无私、热情捐献的同时，必须要把这种捐献本身一些可能的后果跟大家说清楚了，这也是对于每一个捐献人负责任的一种态度，这是真真正正的以人为本。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